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李，22岁，来自河北，是一名职员；女嘉宾小娜，23岁，来自河北，是一名市场营销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都是唐山的。对。啊，在唐山认识，然后去的北京吗？对。啊，怎么认识的呢？是同学还是什么呀？他大四实习嘛。啊，在一次我主行的活动当中，他是我的一个主持人。就是类似于兼职主持人那个样子啊。她过来以后，我觉得她很漂亮，我当时就真的很心动的样子，就是我非常喜欢。当时我就跟她一直在聊，最后她大四实习的时候，我再把她拉到了我的公司来上班。就这样我们认识的。都那时候我就每天给她送小礼品、送花、送什么的。多久了？我们在一起2年多了。2年多了。对，现在都在北京是吧？对。发生了什么呀？是这个样子，主持人，就是1年前的时候嘛，我们来到北京。当时我是特不想来，我就想在唐山，我们还有一个安稳的一个生活，我们踏踏实实过日子，就过2年我们就准备要结婚。但是他就是特别想来北京，而且我就觉得他就是因为那个男的才来的。什么意思？我早就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来北京根本就不是因为某一个人，而是因为当时我这边的同学，就是大学同学，他们所有就是很多人在1线城市做得很好，发展特别棒。其实我的初衷非常的单纯，就是想要去大城市去锻炼一下，然后让自己有更多的能力，根本就不是因为某一个人。好，那他为什么说某一个人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在我们俩认识之前就认识了一个男性朋友，男性朋友跟他特别好啊。以前的时候我们俩刚开始搞对象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解释，他解释过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发觉后来他就是越来越过分，每天都在给那男生打电话发微信，而且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，就那个时候我们就两个因为一直吵嘛，就是跟我是在一起时间特别少，他每次就是总跟男人打电话，一打很长的时间，我就受不了，我就是不想让他跟他那男的接触，我就烦气那个男人。我之前给那男生打电话的时候，什么内容他根本就是非常清楚的。我要是想买衣服的时候，让他帮我挑，他特别敷衍。比如说我给他发2张照片，帮我挑一下哪个好看，人家老先生就跟我说，他俩都差不多呀，你看着随便买吧。那我总是会想要这样子有一个人陪我去做这件事情。那我能不能理解说，那个男生会陪你做这个事儿？对呀，那个男生，对呀，对，那个男生就是像闺蜜一样。我相信在场的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些男性的闺蜜，能懂吗？就是不会发生任何的男女朋友之间这种关系的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还真有点费解，上了岁数人都这样，别苛求我们啊！上了岁数，这个确实不太理解。可能你们年轻人都理解这个，我确实不太理解。年轻人确实是会有这种情况啊。行，你理解吗？我绝对不理解。你也老了，那现在跟那个好朋友还好吗？不好了，就是因为他。怎么就因为我了呢？当时在我那个朋友过生日的时候，就是请了我去跟他一起吃个饭嘛，他不请自来，回头还拎了一瓶白酒。他明明知道我那个朋友根本就不会喝酒，然后还拎了一瓶白酒过来，就是跟他喝酒的时候特别不尊重、不礼貌，就是那种阴阳怪气的。我怎么就不尊重了？主持人，你给评评理。你说朋友请客吃饭可以一大帮在一起吧，对吧？可以。但是他那个男性朋友是单独请的他，为什么呀？我就不能理解这个原因，为什么我要去啊？如果他是请你们一帮朋友去，我就绝对不会去那样。而且我也没有威胁他，我就是告诉他，你一定要离我的女朋友远一点，因为你是我的女朋友，你是我的。我就不能理解这个问题。我们两个关系就是比较好，过生日的时候你肯定想跟你最好的朋友在一起吃个饭吧，我们两个就在那儿吃饭，大白天吃个饭能发生啥关系？我觉得你根本就不是一个我男闺蜜的事情。我之前有一个同事，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，就是谈得特别好，就是因为他偷着给别人打电话，我这个合作就泡汤了。我为什么要打电话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主持人，你来听一下，就是那个男的每天他都会跟我女朋友聊一些生活上的问题，生活上私人的，比如每天我吃什么他会跟聊，而且每天基本上都会给他送一些小礼品，花啊小礼品这什么？这是在追求你吗？而且你也跟我说过，他说他以前是在追求我，但是被我拒绝了，但是2个月的时间还不够你把他拒绝干净吗？赵老师，就是对于他的这个话，我特别的崩溃。他这个人特别小心眼，我就是因为他很小心眼，所以我就把他有一点点想要追我的这种想法告诉了他，因为他特别喜欢
捕风捉影，然后万一就是察觉出来什么之后，又可能做一些非常离谱的事情，我就担心他特别过分，我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了他。我之后我有跟那个人说我有男朋友，而且我并不想跟他分手，就是他包括给我送的一些礼物，到最后我都用支付宝转账转给了他。我说这些东西我很喜欢，就当是我自己买的了，就当是我自己给自己买的了。那你还想怎样？我就是不愿意跟他在一起，我就是不愿意你俩去接触，你俩聊天我就烦。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而且不光只是这一件事情，包括他现在自从进了公司以后，他就每天就很忙。你说加班加到很晚，比如11、12点，我都能理解。但是每个月他最少出差一次，这个是什么情况？不是出差很正常嘛？但是他刚进来1年啊，他就取得了领导的信任，让他每个月都会出差吗？这我是真的是理解不了。那有什么呢？嗨，出差又不是什么好活儿，谁愿意出差呀？是我一直在心疼他，我说不行，咱们就换工作，换成其他工作，别去做这个了，太累了。但是他就是不能理解，而且就在有一次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就本身约好了周6、周日出去玩，但是周5他跟我说，明天我要出差，我要去深圳。当时我就炸了，我说为什么呀？我说什么情况啊？我就实在是不能理解这个问题。那有啥不能理解的呢？工作需要吗？而且我们俩那天晚上在吵架，一直在冷战。到第2天的时候，我早起，我还是送他去机场了。不挺好吗？他回头说了句“我爱你”，不挺好吗？我就不能理解，因为他很久没有跟我就说过这句话了。你想怎地啊？说我爱你也不行啊？不，因为我觉得这事情很突然，让我接受不了。我觉得这一次他出行肯定是有问题的。那你就直接买张机票陪他一起去呗。你说我也爱你，走，我陪你去，你干你的事儿，我在楼下等着你，不是挺好，挺浪漫的吗？我还是接受不了，他突然就我他跟你说我爱你，你也接受不了。我接着呀，他跟我，行，我特别觉得寒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总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去加班，为什么去出差这种。你说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呀？我是为了我自己，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愿意跟你以后能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呀。出差，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？那你还这么不理解我？我不是不理解你，我也心疼你，我也不想让你去。那你就这样给我扯后腿，回头我怎么就扯你后腿了？你把电话打到我的房间来查我，就是你确定了我确实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边待着，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？你还至于的后边之后还装病，还骗我回来吗？啥意思？他第2天跟我说他不舒服，就还让他哥们儿、他朋友跟我说他已经就是肚子疼到差不多得去医院做手术，然后当时一个人在，他朋友就是找不着人，就只能找我，然后我就没办法，完了之后我就只能是跟领导临时请假。回去之后我发现他根本就没有事儿，回头人家还理直气壮的跟我说，我就是想让你回来，怎么样。这个有点小孩子脾气，出差。但是我就觉得那次肯定是有问题的，我不骗你，能回来吗？而且主持人你知道吗？就是他到了北京以后，他变化很大啊。他以前不是这种打扮的，他会穿得很朴素，我觉得很朴素大方的一个姑娘。但是他到北京以后，他都各种的去打扮自己。而且有一次我问他，我说你现在怎么总会穿裙子？他说啊，这样显腿细、显腿白、显腿瘦。而且我们两个每天在一起的时间很短，你这样穿是给谁看的？他是给别人看吗？哎，你这不就是大男子主义吗？那所有的女生，我觉得都可以自己去打扮自己啊。那再说我之前的时候，确实是他说的对，我之前跟现在确实不是很一样。之前可能就是穿一个 T 恤，普通一个 T 恤一个牛仔裤，但那个时候我是学生啊，我也没有经济能力。那现在我现在的收入也可以支持我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了。我接受不了。我接受不了他一直打扮很漂亮去给别人去看。我之前没有发现你是这样子的人，早知道这样子的话，那你直接就往学校里边去找女朋友就可以了，不要找我。嘿嘿，你们俩谈了2年多了？2年多了，还这么不相信他？我不是不相信他，其实不相信你自己。哎，你单位忙吗？我单位也挺忙的。我觉得你挺闲的吧？我也觉着。没有，因为你要天天忙，你能想这么多吗？我的天哪！其实不是我想这么多，因为我到北京以后，我一直很不顺利。就是我在那边辞去了我一个很稳定的工作，我来到了北京，我去一个陌生的环境，我去打拼，我也很不容易。如果说我们两个还是回唐山的话，我们两个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。
而且就是中间还有一次事情嘛，我母亲对她一直都很好，把她就相当于当亲闺女一样照顾啊。但是有一次我妈妈不小心把腿摔伤了啊，摔骨折了，我就当时打电话我说咱们回去吧，咱们回去看咱妈。她就说哎呀我工作怎么忙，什么一个萝卜一个坑，现在职场怎么样，她就是不跟我回去。她这个态度让我说实在很难接受，其实真的。你回去了吗？我回去了啊。他后来回去了吗？休假的时候回去。我当时就有跟他说，我记得那一次是在一个周中，反正就不是星期二就是星期三这种，他给我打电话，我当时就第一时间就有给他妈妈打过电话，是他妈妈亲口跟我说的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，而且家里边有叔叔照顾，是他妈亲口跟我说让我不要折腾，不用回去了。然后我也没有说不跟你回去，我就说你等我2天，等我到星期六星期日，实在不行的话咱们星期五请假，我把手头活干完了，星期五差不多没啥事儿了请假跟你回家，然后你就给我整这上纲上线的。但是老人他想的就是自己生病会让儿女回来看一下，不，他有那种心情。他是儿还是女啊？他是儿媳妇，就是结婚了吗？没结婚，未来。我看你这样下去，他真的什么都不是了啊！行，你回去了。我回去了。你回去看了吗？后来周六我回去了，但是他就是一直就说我不在意他，然后也不在意他妈妈。我说我周六这是干什么不好？我如果不在意你，我干嘛要回去？哼，你小子真就是想回唐山，说白了，对吧？在北京特不顺，是不是？对，他比你顺是吧？对。回唐山是不是都准备好了？家里房子应该有了吧？对，房子车也有吧？在唐山也有了。只要在唐山什么都有，就特稳定是吧？对，我觉得我们既然能够安稳的去过我们的日子，这都挺好的了。你还想回去吗？我其实并没有说我肯定不跟你回去，我非要留在北京，我没有这种想法。我只是觉得给自己攒点能力，如果真的不可以，我们也可以再回去，那个时候也不晚呢。听明白了。女生觉得什么时候要结婚的？我其实觉着像我们这种30岁左右结婚都还挺合适的吧。你怎么想的？我是想回去以后嘛，你就结婚，其实各方面都稳定了，就真的是挺好的。哎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一个人回唐山去打拼，让他在北京行吗？你放心吗？我不放心，因为他现在我总觉得他跟比好多男的，别老这么说人姑娘不太好。我现在问你很简单，就这么一个有点憨有点傻小小的这么一个男生，如果一定要选谁？他确实就是选谁？我也不愿意放弃我这1年里边受的所有的辛苦，我可能还会继续。哦，你选择了那边是吧？就是工作是吧？来，奋进，守在一个女人的身边，和她一起成长，或者回家再换一个女朋友，选一个。我选择跟他奋进。选择什么？跟他奋进。那不行了吗？是要奋进，还是因为有别的原因在这里面？这个情感还像过去想象的那样吗？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们说到信任的问题啊，信任其实这么形容吧，就像西瓜汁儿滴在这个白 T 恤上一样，你可以洗掉，但是会留痕迹。所以如果这个信任在一开始就出现了一定的裂痕的话，那到后来想要再弥补的话，所有的事情都会很难。你可能因为第一开始的信任出现了危机，然后之后所有的事情都会浮想联翩。那我想跟女生说一点，就是你身边围绕很多优秀的男生，同事也好，朋友也好，男闺蜜也好，但是在男生看来，不管你心里面怎么想，他看到的是你的行为和行动。可能男生有一点太黏着你，这是他的问题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给到了他什么样的回应，有没有让对方感受到你这个行动带给他的一种安全感。其实往大了说，你们两个人的人生价值观不同，男生要的是安稳的日子，父母健康，然后不久之后再要一个孩子，这是你对人生的一个规划。可是女生不同，是需要一个更广阔的舞台，她要先实现她自己的人生价值，再去考虑你们两个人的未来。所以如果你们两个人排序的话，他在你这儿排第一，你在他这儿排第2，甚至还要往后。所以如果没有共同的价值观，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，没有两个人一个共同的方向的话，就算结了婚，那又怎样？你继续留在北京陪他奋斗，
可能最后等来也不是你要的那个结果，好吧？谢谢。好，谢谢沙老师。小伙子刚才说你对他很好，对，其实我觉得你对他不是那么的好，甚至有点不好。我只想问为什么？我告诉你为什么。因为其实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好，首先是尊重，尊重他才谈及我是否爱他，对他好。但从头到尾，我觉得你不尊重他。如果一个女孩子穿着漂亮的裙子，就是为了让别的男人喜欢，那天下还有美丽的女人吗？你这么说她，我觉得特别不尊重。如果一个女人在社会上求发展，就要避开和男人的交集，这是一个爱她男人的表现吗？你不尊重她。你刚才好几次说这样的话，我都挺生气的。如果你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，你有什么资格说爱他呢？好，因为你年轻，我姑且认为你是找不到爱的方法，你不知道怎么爱他，但是你不能用这样的方法去说他。这是一，我觉得你对他不好。二，你要爱他，就应该和他同频，努力和他共同成长。而你也没有做这些，你只是在盯着他跟谁说话了，他酒店里是他一个人还是有别人，这些要对他好吗？这些只是满足你自己的占有欲。所以我说你对他不够好。但是反过来，你想对他好吗？我想对他好。对，这个我也认可，你也想对他好。但如果想对他好，就要找到正确的好的方式，那就是共同的成长。女生其实你也有纠结的地方，也有我不认同的地方。其实一开始她在讲述这些时候，我就在想，这么一个上进的女孩，看上她什么了？后来我明白了，你心中其实认可的就是她这份可能爱得不得法，但是真的喜欢你，可能寻求安稳，但是真的这个安稳的生活是想和你一起。你看重的就是这一点，那你为什么不调整一下你的步伐？你不能又在责怪他说你怎么那么不求上进，又在说哎呦这样一个稳定踏实男人挺好，值得我托付。所以我觉得你也应该去调整你的脚步。给男孩子建议是努力吧，人生就这么一回，该用力的时候去用力，能精彩的时候我们就去精彩。女孩子建议，其实稳定也是你心中的渴求，不要错过这个可以稳定的机会，等等他的步伐，共同成长。谢谢。真是跟不上了，有些人已经喘不上气儿了。你为什么不说实话？你的分手在心里默念好多次了，有没有想过说分手？因为这些事情想过没有？是积攒起来之后是有的。为什么不敢说？因为你怕背上一个薄情寡义的骂名，因为他跟着你来了北京，因为对方的父母对你非常满意，你们也有过彼此的交往，甚至和对方的父母是有一点感情的，所以这一切让你感觉你说不出口。但是即便是在此时此刻，在你的心目当中的标准，他一定不是你想要的爱人，一定不是。如果他今天说分手，我想你内心会有一些如释重负的，会减轻一些，轻松很多。是啊，那就明白的说出来要分手。其实如果今天分了，谁也没对，谁也没错，不必背上任何所谓的心理负担。有些人心气儿很高，高到有很多梦想需要实现，就像你。但是心气儿太高的人，往往疏忽于对于自己身边亲人的注视，因为你很少低头看。有些人心气儿很低，低到只想求安稳，但是却没有一点斗志。有些人的心门开得很大，大到来来回回可以走很多人在你心中走过，但是难免有人可以趁虚而入，比如说男闺蜜。你们跟他不会发生什么，但男闺蜜想跟你发生点什么，你是无法防止的。但有些人心门开得很窄，窄到只有一个人能够进进出出，看上去是专一，长此以往，那就变成了自私。你们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，有没有可能？是有的。
那就是等那个心气儿高的撞得满头是包、头破血流回来了，心气儿低了，但是你还没有到达那个年纪，你还想闯，所以这没有问题，那就按照你现在的想法去，但是请说真心话。他虽然有诸多的不道之处和无理取闹，但他敢说真心话。我心眼就是小，我知道我做出来的很多事情不符合道理，没有礼貌，不尊重，但我心里就是想把你绑在身边。可是你没有说真话，你要走就走吧，千万不要等到哪一天你跟他纠纠缠缠，而你在这段感情之外却有了另外一个心仪的人，那个时候你对于他的父母和对于他以及这段感情才真的是薄情寡义。现在说至少能够达到坦坦荡荡，你说呢？好吗？这段感情的取决权在于你，由你来说，好吧？就这样。提供另外一个展示。我一直认为，其实一个人能不能成功，跟他在哪个城市没有关系。就是当你有一颗想成功的心的时候，你在哪儿你都能成。人生总有几个坎儿要选择，在人生选择的时候，一定要干净利索。对他来说，他的生活已经憧憬完了，他现在要的是结婚，要的是在一起，是吧？对，要的是小日子，要的是很快可能还要抱一个娃，对吧？对。女生，你要不要回去？要不要还跟他？果断一点。行，看选择吧。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娜娜，咱们相爱2年多了，唉，这么久，我实在是放不下你。你说我的好多毛病、好多问题，我其实可以改，但是我的心里面就是放不下这个坎儿。我不知道以后会怎样，但是我今天真的是想来和你再继续走下去。我想试试追随你的脚步，试一下。我真的不想放弃，我真的不想放弃这段感情。你还能回来吗？其实这些东西你之前也都有说过，我们在一次一次争吵当中，你也有说过你会改，你会改变，但是到现在为止一成不变。行了，请亮灯吧。谢谢两位，希望最后选择的时候坦诚一些。来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，开门。我们的爱